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我想为大家介绍《人生在不抱期待时反而会更顺利》这本书。那么这本书标题中的不抱期待，并不是让你放弃人生的意思。乍一看，不抱期待似乎有点消极，但实际上，这正是一种能够带来内心平静与稳定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不过度期待事物，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以舒适的节奏过日子，那么你的幸福也会逐渐扩散到周围的人身上。有些人会觉得，不管做什么人生都不顺利，对未来总是感到不安。如果你也有这种压抑感或迷茫，那么这本书中不抱期待的方法，很可能会对你非常有效。建议你一定试试看。首先是第一个习惯，意识到时间是不平等的。很多人常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这其实很难成立，因为现在的时间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，而金钱本身是不平等的，所以结果就是时间也是不平等的。比如出行，坐车或坐船需要10小时，但坐飞机只需要2小时，这就相当于用钱买回了8小时。工作也是一样，时间其实更偏向于有钱人，并不能说是完全公平的。如果有足够的钱，甚至可以不用工作，那么原本每周5天、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全部空出来了。因此，有资产的人和每天工作的人，在时间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不过，只有真正理解时间价值的人，才会意识到这一点。如果连自己的时间都在浪费，那就更谈不上这些了。所以，第一步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使用方式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，越痛苦越要维持日常。当你经历不愉快的事情时，很容易一直被烦恼困住。这种时候，有3件事一定不要做。1. 打乱生活节奏。越痛苦的时候，越要保持平时的作息。如果开始熬夜，昼夜颠倒，就连原本稳定的日常也会被破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间，就上床闭眼。越难受，越要把自己拉回日常，这是维持心理平衡的第一步。2. 一个人硬扛，一直独自承受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同时也让你越来越孤立。不要觉得求助别人是添麻烦，放下面子，总会有人愿意帮你，这不是丢脸，而是勇气。3. 一直责怪自己。每个人都会自责，但当情绪低落时，自我否定会不断加重，甚至开始否定自己的存在。反省到位就够了，之后只需要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总结一句话，越痛苦，越要像平常一样生活。真正掌控人生的力量，其实就在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之中。那么第3个习惯，警惕自以为懂了的陷阱。人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了解自己。比如，你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吗？知道心脏一天跳多少次吗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。不仅是身体，我们对自己的内心其实也了解有限，只是基于经验以为自己懂了，更不用说他人的情绪了。连自己都不完全了解，却觉得了解别人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很小的一部分，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和相信。但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更容易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第4个习惯，培养属于自己的气场。有些人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有气场，自然会被高看一眼。其实，这类人有一些共通点：气质沉稳，不盲目追随潮流，能控制自己，有独立的思考方式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不被他人左右。他们不责怪错误，而是尊重差异，说话有分量，不和肤浅的人来往，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，清楚人生的主角是自己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天生的，但其实不是。这些人是在漫长的人生中，不断碰壁，不断挣扎，在反复试错中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规则和选择标准，最终形成自我。他们既真实又沉稳，身上自然散发出一种看不见的魅力。努力活出自我的人，
人格也会随之被打磨。接下来第5个习惯，不被焦虑这种幻想所左右。在人生中，难免会有内心变得脆弱的时刻，但即便如此，心是可以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。当你感到不安时，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一、把不安当作幻想。你所焦虑的对象，其实未必那么重要，甚至也不一定真的会发生。如果被这些不安消耗精力、浪费时间，是很可惜的。这时，请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最该做的一件事上，重点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不要分心。越专注，情绪就越稳定，意志力也会增强。2、倾听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个真正想要这样生活的自己，只是日常的忙碌常常让我们听不到这个声音。当你感觉是心理状态在影响你时，请鼓起一点点勇气，迈出一步，向理想中的自己靠近。没有后悔的人生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3、不做让自己觉得丢脸的事。当不安时，判断标准可以变简单，觉得认可就做，不认可就不做。当思考能力被不安削弱时，这种简单而果断的判断，反而能帮到你。4、用行动来重置状态。与其因为不安而封闭自己，不如先动起来。打扫、听音乐、散步都可以。行动会让思绪和情绪得到重置，让内心重新稳定下来。记住，不安越想消除，反而越强。只要掌握应对方法，就算不安出现，也不需要害怕。第6个习惯，警惕想吃刺激食物的危险信号。有没有一些你明知道不好却停不下来的行为？比如熬夜玩手机，躺下后还一直刷，结果导致睡眠变浅，第2天疲劳、注意力下降、肩颈不适，长期甚至会影响健康。还有一些人会特别想吃辣的刺激性食物，或暴吃甜食，尤其在情绪低落时，这种冲动更强。这是因为身体把刺激当作疼痛，而这种疼痛会短暂缓解压力，其实是一种错觉。还有人会通过购物来缓解压力，买一些其实不太需要的东西，这是因为自我价值感下降后，会想通过拥有来弥补，但这样只会花钱后悔更空虚。这些行为适度是放松，过度就是伤害自己。所以更理想的是，用真正能让身心满足的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缺。第7个习惯，把空虚感当作努力过的证明。人都渴望被认可，有成就感，有回报，但空虚感会一下子把这些夺走。比如被公司辞退、考试失败、投资失败，就像手中的奖励被突然夺走一样，喜悦瞬间消失。强烈的空虚甚至会让人失去生活动力。但请记住，能感到强烈空虚，正说明你曾经非常努力过。如果只是随便活着，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。那些你认真付出的时间，不会消失。所以，即使感到空虚，也不要放弃一切。也许现在提不起劲，但过去努力过的你，一定会再次拉你一把，让你重新站起来。第8个习惯，停止过度否定自己。学会接纳自己。有没有人讨厌自己，对自己太严格？比如被夸奖时怀疑对方有目的，一出问题就怪自己，总是隐约不安，很难感到快乐，对自己特别苛刻，小失败也觉得羞耻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。如果有这些情况，其实很常见，但无论如何，贬低自己、讨厌自己，没有任何好处。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批判自己，因为你这一生都只能作为自己活下去。与其一直和自己对抗，不如找到和自己和平相处的方法。讨厌自己，就像和一个讨厌的人24小时待在一起，会消耗大量能量，让你疲惫不堪。但反过来，如果开始接纳自己，这些能量就能被用在更好的地方。实际做法：不擅长接受夸奖，至少不要否定；思维容易悲观，有意识往正面引导；
把绝望替换成希望，慢慢调整思维和行为习惯。一开始不需要一下子喜欢自己，只要做到承认自己一点点优点，找到一点点比别人好的地方，从这里开始就够了。第9个习惯，模仿从容有余的人。即使不抱期待，人生也能顺利的关键，是去模仿那些从容有余裕之人的特质。那些给人感觉很从容、气定神闲的人，其实有一些共同点：一、不过度干涉他人。关心别人是好事，但过度干涉就不好了。事无巨细地盯着别人，过度操心，都会消耗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。从容的人很清楚这一点。二、当天的事当天完成。他们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踏实完成，不留下积压。正因为没有拖欠，内心自然会产生余裕。三、善于拒绝不合理的请求、邀请或工作，他们能巧妙拒绝，用得体的理由，不伤害对方，同时也保护自己。这一步小小的拒绝，能避免后续很大的压力。四、会依赖他人。当事情超出承受范围时，他们会主动寻求帮助。完美主义者往往什么都想自己扛，但这其实很危险，身心负担大，效率反而降低。从容的人明白会求助，才会有余裕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耗，设定优先级，把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，内心自然就会轻松。第10个习惯，放下拉低自我价值感的东西。自我肯定感高的人，往往更容易成长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懂得选择什么该得到，什么该放下。关键做法，不依赖他人的评价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。小小的进步也要肯定自己，同时也要注意，定期让大脑休息、冥想、午睡、放空，提升效率，让时间为自己服务。了解自己也很重要，写下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优点打磨成优势，缺点想办法弥补。不要执着过去，后悔和执念只会浪费时间。反思、改进、前进，向专业人士学习，通过书籍、讲座等方式接触领域高手，他们会成为更高质量的导师。最核心的一点，提升自我价值感，就是不断认识自己，接纳自己。第11个习惯，不要否定想哭的情绪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明明想哭，却强装没事；明明很难受，却还在笑。如果长期压抑情绪，会逐渐失去表达情感的能力。重要的是，难过时可以说我很难受，辛苦时可以表达我很累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正常的人性。允许自己表达情绪，这就是对自己温柔。第12个习惯，读书后立刻行动。很多人读了励志书后，很有动力，感觉自己在进步，但现实没有改变。原因很简单，没有行动。记住，知识不实践等于没价值，行动才是改变的开始。很多人因为懒、不相信、害怕改变，而停在原地。但问题是，你还要这样停多久？哪怕只是一个小行动，也请马上开始。实践才是最强的自我成长方式。第13个习惯，不要焦虑，慢慢来。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刻，感觉被落下，被焦虑压得喘不过气。这时请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比如看看窗外的景色。为什么有用？因为这些景色一直都在那里。山不会因为1天2天改变，世界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急迫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焦虑的是自己的内心。人一生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，目标、金钱、健康，如果一次想全部搞定，谁都会崩溃。所以不用急，一件一件慢慢来。第14个习惯，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位置。想真正过好人生，就要优先考虑自己。一些具体做法，不需要对所有人都过度在意。不想参加的场合可以不去，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。关于目标，有目标很好，但没有也没关系。专注当下，目标会慢慢浮现。
注意消耗你的东西，过度饮酒、沉迷游戏，这些会消耗时间加金钱，严重时甚至会浪费几年人生。睡眠非常重要，熬夜透支身体，代价可能在10年后体现出来。投资在家人身上，花在家人身上的钱是新的资产，尤其是父母，他们不会一直在，等失去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了。最后一个重要认知，把工作中的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分开。年轻时容易觉得工作不好等于人生失败，但其实只是这件事没做好，并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。所以减少内耗，建立自我，稳住节奏，人生自然会慢慢变顺。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慢慢收回到自己身上。我们很多痛苦的来源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太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太执着过去的结果，太害怕未来的不确定，太习惯否定自己，久而久之就陷入一种持续内耗的状态。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，但你的精力、情绪、信心已经在一点点被消耗。而真正让人生开始变好的转折点，其实很简单，从停止内耗开始，不再一味否定自己，而是学会接纳；不再压抑情绪，而是允许表达；不再停留在知道，而是开始行动；不再焦虑未来，而是专注当下；不再委屈自己，而是把自己放在重要的位置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时，世界也会慢慢改变。人生并不是一场必须拼尽全力的比赛，也不是一个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过程，它更像是一段学会理解自己、照顾自己、慢慢前进的旅程。有些事情不需要着急答案，有些改变也不需要一夜发生，你只需要今天比昨天稍微清醒一点，比过去更对自己好一点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当你不再和自己对抗，人生才真正开始站在你这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